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BP 品科技，我是 BPW， 我现在人在英国的伦敦。那为什么会在伦敦呢？那因为我被 Goodnotes 受邀参加他们今年的发表会。但今天这部影片的重点，我们不是放在发表会上面，而是这一台全新的 iPhone 17 Pro。我一拿到手机之后呢，我就从台北转机杜拜，然后再到伦敦。过程当中，我跟这一台 iPhone 17 Pro 相处了整整48个小时。8倍镜的夜拍效果究竟如何？扬声器它变长了，那它的音质有变好吗？那我一定要购买原厂充电线才可以获得这个40瓦的快充吗？那铝合金散热很强，但是它够坚固吗？那前镜头它到底能不能近距离的对焦？都会在今天这部影片告诉大家。这一次17 Pro 全新采用了一体式设计的铝合金，那铝合金它到底坚不坚固呢？那告诉大家一个故事，我拿到手机的当天晚上，我在桃园机场就不小心把我的 iPhone 17 Pro 这样子玻璃朝下从电扶梯上面摔下去了。我那时候真的是紧张死了，然后我一拿起来之后发现，哇，它的玻璃居然是毫发无伤，一点小刮痕都没有。对，但是讲到侧面的铝合金，就稍微有一点点磨到脱落。过往的钛合金、铝合金真的是没有这么坚固，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手机壳装好。对，但是它今年的陶瓷金盾2真的是拯救了我的手机。像我的16 Pro 第一天的时候玻璃就有点刮伤，但是今天第一天摔得这么严重，它居然还是没有怎么样。那讲到萤幕的部分，今年就全新加入了抗反射的镀膜，上面有很强光线使用的时候，它真的好很多，让我眼睛看起来比较舒服，对比度比较不会这么高。有抗反射镀膜，到底还不可以再贴一般的手机贴膜上去呢？那答案其实是可以的。对，所以这边大家不要被谣言所骗了。但是我今年在贴上贴膜之后呢，我发现它的触控相比于前几代 iPhone 比起来会变得比较不灵敏，所以我最后还是把贴膜拆掉了。那萤幕第3个优点呢，就来讲到它这一次3000尼特的亮度。那这个亮度真的是非常的亮，很方便，在户外使用也很棒。而且这次是全系列的17，它全部都是一样的萤幕。那除此之外呢，那今年还可以去关掉 PWM， 就是这种快速的频闪，防止 OLED 去伤我们的眼睛。那大家可以参考这部影片，我有详细的说明什么是 PWM。那最后讲到这样子的设计外观，就是铝合金加上中间的这个陶瓷的材质，很多人说其实这样子跳色不太好看，但是我自己个人是觉得还蛮有特色的。不过太奶橘我就不太能接受，所以我最后还是挑了这一个藏蓝色。那接着我们来讲到价格，对，没有错，今年的价格的确是有下降，它从40400元下降到39900，对，大概下降了500块左右，价格有降没有错。但是大家想想看，128GB 跟256GB， 它这个价差真的有到4000块这么贵吗？告诉大家，其实128GB 跟256GB 它们的生产成本一台只差了5美元而已，所以就是台币大概150块到200块之间。对，所以其实苹果在这中间的价差真的是谋取了非常大的利润。好，那接着就进入到影片的重头戏，就是相机。对，然后今年相机不管是在前镜头跟后镜头都有很显著的提升。那首先就先来讲到这个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前镜头，我真的觉得这个是今年 iPhone 全系列最大的亮点。它全系列都支援了1800万画素方形传感器，有 Center Stage 的这个广角的自拍镜头。比如说我使用 FaceTime 的时候，我在视讯的时候就变得更加方便，就可以更快速看到旁边的景物。而且重点是这个前镜头，它在使用电影模式的时候，我们可以近距离的对焦，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实测的拍摄画面。这个是 iPhone 17 Pro 的自拍电影级模式，那大家可以看到，它不只可以电影级，它也可以自动对焦。所以我把小的东西放到前面之后，它也可以对焦到前面的东西，基本上就跟主镜头一样了。这个是 iPhone 17 Pro 的前后双拍功能，那我们可以直接这样子移动的方式去改变我们前后双拍的位置。只不过缺点是这2个档案居然没有办法拆开来使用，我们还是得一起把它汇出，就像大家现在在影片里面看到的这个样子。那除此之外呢，那它也支援了 log 格式，所以基本上我现在这样子单手举着，我就可以去拍任何的影片。我觉得这个是取代许多运动相机的一个非常好的选择。然后我也终于不用把手机横着这样子拿，非常的不方便，很容易
易会摔下去。好，那接着呢，我们就来讲到后镜头的部分。今年不管是超广角跟主镜头，就跟去年的16 Pro 一模一样。那唯一升级的就是这一颗望远镜头，从5倍变焦的1200万画素变成4倍变焦的4800万画素，然后可以裁切放大到8倍镜，然后是1200万画素。那我们就来看一些样张吧。那首先我们可以来看到在日间室内的照片，那其实基本上2倍镜之前的画质都是没差的，那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那大家最 care 的3倍镜，大家还记得吗？因为去年是从2倍跳到5倍，所以3倍镜真的变得非常的差。那要跟大家说声不好意思，就是3倍镜一样，它还是从1200万画素的2倍镜去裁切，所以其实画质基本上都还是一样不好。对，但是17 Pro 它今年软体计算有稍微好一点，所以我们从这边样张看起来，它的画质是稍微有提升一点。那讲到4倍镜呢，那4倍镜的话，那 iPhone 16 Pro 当然是完败 ，iPhone 17 Pro 它就是从4倍镜的4800万画素开始，对，所以好了非常的多。那 iPhone 16 Pro 跟 iPhone 15 Pro Max 擅长的5倍镜呢，今年17 Pro 它只有4倍镜，那5倍镜表现怎么样呢？那答案是今年17 Pro 的5倍镜一样也是完胜。那原因是什么呢？那原因就是因为它的画质是4800万画素，所以你从4倍镜裁切到5倍镜，它仍然是大于16 Pro 的1200万画素。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刚刚的日间室内的拍摄或是夜间户外的拍摄，其实17 Pro 它整体表现起来都比16 Pro 好的非常的多。对，但这边的条件都是关于日间的拍摄。那接着我们来讲到夜拍，那今年的这么强的望远镜头，它的夜拍能力到底怎么样呢？那首先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在中低光源的夜拍表现。那我觉得在中低光源的夜拍表现，基本上17 Pro 的表现我觉得是还可以接受的，只不过放大到8倍镜的时候，我觉得它画质表现已经没有到很好了。对，我觉得夜拍能力其实跟去年的16 Pro 差不多。那于是呢，我就到几乎没有光线，把灯全关的环境下，我们再测试一次这个拍摄厨房的画面。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到，不管是4倍镜还是8倍镜，它的画质表现就差了非常的多。而且这边有一个很大的问题点，它的4倍镜跟8倍镜在光源太低的情况之下，它会一直没有办法打开。所以大家看到现在这个画面，它其实是透过主镜头去裁切的，而且不管是在拍照还是录影，我觉得这件事情都表现得不太好。所以坦白说，今年的夜拍还是令人有点失望。好，那拍照讲完，那我们讲到录影，那录影的部分怎么样呢？录影的话，我觉得最大优点就是因为今年的1248的配置，所以我们在慢慢放大的时候，它镜头的切换它变得更加顺畅。然后接着我们来讲到8倍镜，对8倍镜虽然说在夜拍能力不太好，但是它望远的效果还是有达到。所以比如说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在英国看的剧，所以我们不管是演唱会啊，或是看剧，8倍镜在演唱会上面还是非常有帮助的。那4倍镜我们要如何使用呢？那必须说4倍镜因为它的倍率真的很大，所以它比较容易会晃到，所以建议大家这边可以去开启动作模式。那我下一部影片也会拍摄我在伦敦跟杜拜的画面，然后我们全部都会用 iPhone 17 Pro 的4倍镜以及其他镜头来完成。我们到时候就来期待一下它的表现会怎么样啦。那这边录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人像模式它是有支援4倍镜的这个望远镜头，但是电影模式它就没有支援，所以它最大就只能放到3倍，它只能用主镜头去开启电影模式，这个蛮可惜的。好，那接着我们来讲到晶片效能的部分。我们从 A17 Pro 到 A19 Pro 的跑分就放在这边。那我们简单可以来看一下，因为今年的 iPhone 17是 A19， 然后 Air 的话是阉割版的 A19 Pro，Pro 跟 Pro Max 就是满血版的 A19 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单核 CPU 的部分，那当然是 Pro 系列来的最高，那它的跑分是3822分。那 A19 Pro 的 Air 它反而在单核 CPU 的部分比A19 的17来得更低，低了大概6%左右。那我猜苹果有可能是为了要节省它的电池耗电，所以去降低它部分的效能。
那在多核 CPU 的部分，它的比例就差不多跟单核 CPU 一样。那接着我们来看到 GPU 的部分。那 GPU 的部分，因为 iPhone 17 Air 它有拔掉了一个 GPU 嘛，所以剩下5个 GPU，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 A19 还是 A19 Pro 的 Air， 那它的跑分是非常接近的，大概都是37000多分。那 A19 Pro 满血版它居然可以跑到45000多分，那整整将近多了20%左右。对，那相比于 A18 Pro， 那今年满血版的 A19 Pro 它在 CPU 有将近20%的进步，然后在 GPU 有将近40%的进步，所以今年效能的提升其实非常的惊人。好，那再来第二个来讲到内部机构，大家一个比较没注意到的地方，就是讲到扬声器。大家可以看一下，今年的扬声器上面它的长度变得更长，然后下面它的打孔数变得更多，所以它其实整体的音量它是变得更大的。对，这个是苹果今年在发表会没有提到的一件事情。那接着来讲到电池，那今年的机身重新设计，所以大部分的主机板的东西都已经放到最上面了。那下面的话全部都是布满了电池，也让今年 iPhone 17 Pro 它的电池变成4252毫安时。那相比于去年的16 Pro 3582毫安时，那整整将近多了700毫安时。对，所以它在整体续航力真的是好非常多，我很开心。那这边提醒大家，因为台湾的是有 SIM 卡的版本，所以它的电池的毫安时会再少一点点，但不过也是比16 Pro 好很多啊，因为两个都有 SIM 卡嘛。电池除了续航力提升之外，最令我印象深刻就是0到50%的充电速度，居然现在不到半小时就可以充到了。那原厂它有卖了一个40瓦的充电头，然后要价1290元新台币，很贵。那我这边帮大家实测，即使你不是用原厂的这个40瓦的头，你用苹果的一般高瓦数的头，那它大概最快也可以有到35瓦的充电表现。那0到50%它大概会差5分钟左右，那我自己觉得已经是相当快了。那相比于16 Pro， 我们看一下它的充电瓦数就大概在20出头上下，那顶多偶尔会跑到25瓦，这个充电速度还是快了非常多。那今年电池节能的 C1X 晶片，它居然只放在 iPhone Air 上面，那 iPhone 17 Pro 的话，它还是只有使用 C1 晶片。接着来讲到散热，散热部分真的是好非常的多，有了这个均热板加上铝合金这个20倍的散热效率，我过往在户外拍摄，不管是16 Pro、15 Pro， 它全部都会过热。那今年 iPhone 17 Pro 是唯一一台没有过热的 iPhone。那我到现在使用起来，其实我拿起来完全不会觉得烫手，尤其把16 Pro 放在旁边，那个差异真的是很大。那坦白说，其实经过这2天实测下来，改变我非常大的想法。我觉得基本上除了性能跟电池之外 ，iPhone 16 Pro 跟 iPhone 17 Pro 它们在相机的提升并没有想象中的巨大，特别是夜拍的部分。iPhone 17真的是我超级推荐的入门款。你看，你在3万内享有256GB Pro 同等级的萤幕，2颗4800万画素的超广角跟主镜头。然后，如果你是拿16系列之前的数字系列，或是15 Pro 之前的 Pro 系列，我觉得你的提升都会是非常有感的。17 Pro 的话，我原本以为它的优势是在后面镜头，但实际上发现夜拍还是没有什么改善，而且它的望远镜头常常不会开启，对焦没有这么顺畅。那或许可以透过未来软体去提升，但是当然说整体镜头表现算不错，但我觉得没有到惊艳。所以如果你是很重电池续航力、超强散热、超强晶片，然后还有专业格式的拍照，17 Pro 真的很适合你。但是大家就想想看，你比17多花了1万元，那你多了一个望远镜头，多了一个 Pro 的晶片，全新的散热系统，但是你就有比较不坚固的铝合金，少了更多颜色可以去挑选。那这样子你还愿不愿意多花1万块钱从17升级到17 Pro 呢？好，那接着讲到17 Air，17 Air 在台湾真的是卖得很差。那坦白说，世界各地其实也都没有卖得很好。那虽然说它有非常厉害的外观，有 A19 Pro 阉割版晶片的效能，但坦白说，36900这个价格，它只有一个镜头，没有微距拍摄，然后扬声器居然只有在上面。那虽然说有高效能的晶片，但是它电池容量很小的这个事实还是没有改变，它的电池容量只有3149毫安时，所以基本上就跟17 Pro 差了1000多毫安时的电池容量。所以说，如果你今年真的超级在意电池的话，那建议你去购买17 Pro， 或是最好的就是17 Pro Max， 它今年的电池真的是非常的强。所以今天这部影片的结论，17 Pro 它的外在不 Pro， 因为只有铝合金，但是它的内在非常的 Pro。反过来讲 ，Air 系列它的外在非常的 Pro， 有钛合金，有陶瓷晶盾，但是它的内在真的很 Air。那17的话，它就是一个很基础、很全方位的一台 iPhone。那以上就是今天快速帮大家整理 iPhone 17 Pro 的心得。那接着大家请期待 iOS 26在17 Pro 跑起来的表现，以及我用17 Pro 在伦敦跟杜拜所拍摄的东西，那以及 Google Notes 发表会的内容，我会到英国的办公室去参观，所以我们就敬请期待接下来的一系列影片吧。